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7号王委员世坚质询。医师主任办，还有热茶。主席，我请院长。委员要喝点水。那个，主席，我可不可以喝水？可以，那边是你的事。没有问题，请。慢慢来，不要紧。好，院长，我在最后这11秒钟，我要送给陈院长一份离别的礼物，一本圣经，吼，那外加4个字：珍重，再见。谢谢王委员世坚的质询，也谢谢陈院长的备询。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7号王委员世坚质询。主席，我请院长以及卫福部薛部长。麻烦请陈院长、卫福部备询。王委午安。院长午安，部长午安，谢谢主席。委员好。院长，我们国家的医疗品质跟收费，我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叫做价廉物美。那么价廉物美的医疗，其实是建立在长时间以来我们医护人员他们的牺牲啊。比方说护理人员，大家很清楚，他们工作繁重，工作环境有待改善，而且他们的收入不高，加上在疫情期间种种这个危险加急，那一下子给，一下子要回，这些对他们，我觉得造成某种程度上人格的污蔑。所以你看，最近这1、2年，我们护理人员大量的流失。那这1年多来，我们也因为护理人员流失，我们医病比不够，所以大概平均我们国内这各大中小医院平均大概关床率关了2成啦。我们有这些医院有这些病床，但是没有这么多护理人员。还好天佑台湾这2年来没有再有重大的这个流行病来发生。那我今天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基层医疗诊所的部分。也就是说，基层医疗诊所常年来因为我们的健保给付，我们是总额给付。那总额给付的结果，这4大项：医学中心、这个教学医院、区医院、地区医院到基层医疗诊所。结果基层医疗诊所，因为他们成本过高，他们个人要负担这些房租，所有护理人员、药师，那以及他们购买的药价，当然会远比大型的医学中心要高很多，没有 discount 嘛。那结果他们要负担这么多的高成本之下，他们又没有业外收入。大型医院很多可以业外收入有租金的收入、停车场收入，其他这个美食街这个便利商店这些收入，他们没有嘛。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举去年为例好了。去年
基层医疗诊所，尤其我们台北区，我们台北地区，因为我们人口最稠密，去年5、6月的时候 ，COVID-19 有一部分复发的情况，所以医疗的耗用增加，那点值啊已经跌到0.9以下。那去年底又来一波流感，那流感大家去的最多的，当然直接就是去基层医疗诊所。这2个因素之下，台北区的基层医疗点数甚至达到0.81了。哦，所以院长、部长，我在这边要求，就说是不是要拨补预算给基层医疗诊所，让他们达到至少符合他们的成本，浮动的医疗点值要在0.9，不足的部分由行政院、由卫福部来拨补预算。那个部长、院长，你们看法呢？有关于去年因为这个解封之后，那把这个COVID-19 相关的治疗的费用移到健保来，所以会造成这一个整个点值下降，因为它的使用就增加了。那这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已经有方案在做处理。那第1季跟第2季基层的部分的话，其实已经有相当的一个补助。那第3季现在正在结算当中，那也应该会跟第1季、第2季同样的方法去补助。你也承认有这个情况嘛？院长，你们2位都是相关这一部分的专业人才，所以你们知道有这个情况。对，我们摸黑摸卡嘛不会照的啦，非得要有医疗诊所帮我们整体全国的医疗来降低整体。我们小病看小医院嘛，大病看大医院，透过转诊这样子，我们医疗的支出才有办法负荷。所以去年的点值如果补到他们连0.9成本都是 OK 的不到，那么如果年年亏损失血的话，我们失去了这些基层医疗诊所，那我们全国的医疗将会崩溃，确实好不好？那表示，院长，刚才部长讲得很清楚，他知道有这个情况。对，而且这个情况就是他讲得很好嘛，就是因为在去年还有 COVID 的给付，本来以前都是用特别条例的钱嘛，那现在把它进入健保的给付，那健保里面当然就是医疗照顾就增加，所以那个点值会下降。所以我们去年从第1季、第2季到第3季都会调整，让它的点值能够到0.9。那这个点值是因为我们用总额预算的关系才会有这个点值的这个调动那它这个目的很多啦，不能够单单从点值就来讲说我们给医院的照顾是不好，我们要看看它这个点值下降的理由。如果是 COVID，院长，这就是我跟你提的，我就是说。总额给付当然基于很多原因，是道德风险的评估，这都应当。对但是当我们在医疗的这一部分，我们健保收入的部分开源节流之外，我认为如果差额开300亿、500亿，对我们整体1年国家的支出2兆9千亿而言，那不是什么大钱嘛。所以我们应该来拨补，来帮助。基层医疗诊所好不好？可能如果说一定的这个金额以上的话，那这还是财务上面负担还是可能有问题那个部长，时间有部长你请回时间暂停。委员要喝点水。那个，主席我可不可以喝水？可以，那边是你的事。没有问题，请。马上来。院长，我再来要跟您就叫几项问题，希望你能够积极的伸出援手。第一点就是社子岛的开发。那社子岛现在的惨状，社子岛的岛民们已经委屈了70年之久。这个地方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那根本像个鬼岛，没有卫生设施。连个基本的诊所都没有，那也没有卫生下水道，那到处都是这个违章工厂林立。实在说实在话，我们公共建设在那边呢，近乎零的公共建设了。那现在社子岛的开发已经经过
多次这个各方专家研议的结果，市政府也已经早就迁到我们行政院来，在内政部审查。那么现在用的叫做生态社子岛开发，这能够最符合环保人士，也符合全体市民大家共同可以来使用这个水岸的城镇最好的方式。哦，那现在唯一在反对97.5%的岛民都支持，绝大多数的市民也都支持，极少数社子岛的居民。2.5%的居民，他们反对的原因，他们竟然是说，开发会图利他们当地的居民。我觉得这是非常离谱的。如果这叫做图利的话，院长，那我们所有公共建设都不要做啦。过去开辟马路，那都图利两旁的地主喽。那如果所有的开发都叫图利，过去70年政府都在图利民间，不是这样吗？那既然图利了70年的所有民间，为什么独漏社子岛？所以图利2个字，这实在不能拿出来当借口跟理由。还有交通，现在内政部在审的是说，我们再来想想看是不是社子岛要给个轻轨？院长，其实社子岛的交通在整个社子岛生态开发的计划里面都有啦。如果额外要做轻轨，那么就是在政府区段征收收回的那6成土地里面就有预留了嘛。周遭社子岛出来，整个大社子的这个道路，其实市政府交通局跟新北市府都有共同研商过。所以是不是院长，是不是您能够直接下令指挥他们赶快尽速审核通过，好不好？好啊，在去年的11月30号的时候，台北市政府还有公文给我们的这个内政部了哈。那现在内政部还在跟台北市政府做再进一步的沟通。那我会请内政部一定要加紧来办理这件事情。社子岛的居民值得我们大家跟他们一起努力让社子岛尽早开发。我想对他们才是最好的帮忙。好，谢谢。还有我们台北市现在面临的，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台北市正在推动的北环段、东环段、南环段的捷运，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3年来工料都大幅上涨，疫情的关系嘛。那工料大幅上涨的结果，计算下来，这3条线大概差额440亿元。那么440亿元对台北市政府而言，说实在话，他们负担不起。所以，请院长是不是针对台北市东环、南环、北环这3线的捷运，能够补足这440亿元的差额？这个有关于这三个环线的这个经费因为物价上涨了这个不可规则的这个理由而上涨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按照中央跟地方应该要分摊的这个部分来一起分担，这个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可以归责于地方政府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延误，对，当然区分之后那院长，我希望他们现在在送那个修正计划，是不是多补一点给台北市，好吗？好，台北市身为首都它是各项全国在世界评比里面的一个指标嘛。对。更何况捷运这20-30年，大家很清楚，捷运的开发不但便捷了我们市民快速的通行，而且大幅度降低了交通的伤亡。现在尤其在台北市，借由捷运的开发，又可以开拓了新社区、新市镇，来大幅度降低我们台北市的高房价，好不好？我想我们一定按照这个，因为轨道的补助我们有按照财政划分的情况有做，那我们会按照这样的一个划分的方法呢中央应该要补的，我们一定是全力来补足。那个院长，前几年说实在话，在这个补足各县市预算当中台北市确实分配到的比较少当然，这也因为当时柯文哲市长他也疏于跟中央沟通争取啦。他只要有提出申请我们就会认真来办理。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新建是等于政府爱提出来，计划伊爱提出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台北市议会现在所面临到的就是我们议会助理这个聘用都维持在过去
那3万元的薪资，那其实不止台北市碰到，全国22县市的县市议会都碰到哦。那这一部分助理的薪资已经22年没有调整了。那院长，你知道22年来物价是如何的波动，生活费如何的上涨，所以3万元这样子的低薪，实在话是有点不人道哦。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中央在法规条文上也帮忙？那在预算拨补上也能够帮忙？我们跟地方政府一起来讨论，因为这钱要付出的是地方政府嘛，吼但是我们中央跟地方一起来讨论。其实这个案子吼，足侪议会吼，不是干那台北市议会呢，所有议会都在讲，所以讲所有的县市，我们会跟大家地方政府一起来讨论，一个最好的方案。这已经有讲足久啊。议长，还有几行哦，就是最近大家一直在炒热这个 ETF 吼，光这个00940啊，2天呐就1700亿。院长，过去哦0050哦。他们至少啊奋斗21年，现在才3000亿的规模。这个00940啊，吸引游资热钱，2天就1780亿。院长，我在讲的是一种这个现象。我认为这个名称，我们政府要看顾好，不能让这些财团像元大设的这00940，像先前去年还有中信00934、群益00937。所有他们这一些，这个都用所谓的，我念他的名字直接在名字上面叫做大收益、高股息、高息动能，然后一大堆名词，什么神级的高股息，我一直都用这样子的名词来骗人。过去政府，米粉啊，不是米做的，就要它叫吹粉，对小老百姓是这样哦。那结果对这些自吹自擂的这个部分应该有所约束。我们会请金管会来对于 ETF 的这一个事情做好强化它的那个审查的部分还有落实这一个平准金的这一个相关的揭露的部分，还有广告的部分。谢谢院长，这个我们会努力来做。主席是不是时间暂停？因为只剩11秒那个。院长，这次是你在我们大院最后一天的备询了。那其实我对你这一整年来的作为我很肯定，就是说你在行政院的团队，你没有拉帮结派的，没有向特定的政治势力低头。院长，我在最后这11秒钟，我要送给陈院长一份离别的礼物，一本圣经，那外加4个字：珍重，再见。谢谢王委员事间的咨询，也谢谢陈院长的备询。